小心翼翼拿回家的档案袋被我妈拆开了，我崩溃大哭，我妈却觉得被伤了面子。她把我破防的视频往网上发，无意间拆了大小姐的档案袋，她急得哭起来了。评论区里，她肆意说我在家是如何娇贵，如何不懂事，她又是怎么卑微，想引来感同身受的家长为她发声。直到视频被顶到热门，无数网友发声。我妈上传的视频上了新闻，论如何一个动作撕毁子女的前程，父母才是儿女的债。分数线出来的时候，我便知道心仪的那所大学应该是稳了。这2天坐等录取通知书就行，欢欢喜喜和同学相约聚餐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却见到我妈正躺在店内的躺椅上。回来啦？我妈问。我刚和我妈闹了一点小矛盾，起因是她想让我报省内的大学，方便离家近，而我更青睐的则是海事的大学。为此，我们已经1天没有说话了。而这次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也算是求和的信号。妈，我带了半条鱼回来，干净的，你最喜欢的糖醋口。我也想和我妈妈修复好关系，可就在我扭身往冰箱里放鱼的时候，不小心瞟到了一个眼熟的东西，那是一个档案袋。是我不久前从学校带回来的，里面装了我从小到大的所有档案，用密封条好好的封着。把档案袋放进我的抽屉前，我生怕我妈妈来收拾东西，不小心动了，于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她这个档案袋一定不能拆，要是拆了，我就不好上大学了。我妈妈口头答应的很好，可我不过是出去半天的功夫，本来应该放在我床头柜子里的档案袋，却出现在了一堆拆开的快递盒中间，密封口已经被拆开了。我不敢置信的上前，只觉得自己的整张脸都木木的，世界都不真实了。明明半天前我还在庆幸自己能上心仪已久的大学，可怎么半天过去，我的档案袋我轻声问我妈，我的档案袋怎么被拆开了？我还是抱着希望的，希望我妈说她只是吓吓我，希望她说这是她找来的相似的档案袋，毕竟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种事情。我小的时候不听话，晚上回家只顾着跟小兔子玩，拖慢了学习时间。第2天我妈妈就给我炖了肉，在我狼吞虎咽的吃肉的时候，笑眯眯地告诉我，好吃吗？这是你的小兔子啊。我冲进厕所吐得昏天暗地，她就抱着小兔子过来，笑眯眯地跟我说，我骗你的，看你敢不敢耽误学习时间了。我那时候觉得我妈妈的惩罚过分，这时候却特别希望我妈妈是像当初的小兔子事件一样骗我的。可我妈妈只是伸一个懒腰，怎么了？不就是拆了你个档案袋吗？你的快递我都拆了多少了？让你不听我的话，报省外的大学，拆你的一个档案袋都算轻的。档案袋是你撕开的？我忍不住喊出了声，巨大的无助感铺天盖地的袭来，我直接将手中的鱼砸到了地上。你怎么可以？我感觉想要和解的我就是一个笑话，寒窗苦读多年，想要考上心仪大学的我就是一个笑话。妈，你怎么可以啊？你怎么可以啊？我嚎啕出声，我只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理智，除了知道档案袋不能动之外，我将堆在角落的快递箱扫了满地。我爸在楼上听到了动静，一个箭步跑下来，便来扶我。可我越有人搀扶，我越想往地上躺。为什么啊？我把我妈妈吓得正在原地。外面有人听到我家动静，好奇的前来看热闹。我妈大概掉了面子，本来空白的脸上带上了怒色。没有为什么，我不就撕了你个袋子？大小姐，欠你的不成？你没有欠我，是我欠你。我嘶吼着，又开始口不择言，求求你，你就不该生我，是我欠你。你说这样的话，我妈也红了眼。那确实，我就不该生下你，我生了你，你就欠我一辈子。晚饭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没有出去吃，爸爸敲门进来，你妈妈不知道档案袋的重要性，我刚刚跟她说过了。我知道你难过，可是这已经成了既定事实。我爸爸劝我，婷婷，看开点，咱们得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。有什么补救办法呢？我们老师发档案袋的时候，曾经亲口交代我们，档案袋千万不能打开，打开了，大学就不收你们了。有调皮的学生问，不收我们怎么办？班主任就笑着骂他，不收怎么办？你们就没学上了呗。我那时候也跟着同学们笑，万万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爸说，他找了邻居家的哥哥来，准备晚上3人一起商量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挽救方法。毕竟那个哥哥去年刚考上大学，懂得多。我心里难受，可也不愿意我爸太担心，还是跟着他去了客厅。却没有想，刚到客厅就发现了坐在饭桌前的我的妈妈。她本来在低头吃饭，看我出来，嗤笑出声，吃，小公主终于不生气了啊。我还没有说什么，我爸已经变了脸色。翠兰，我爸震惊问他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想和我妈妈说话了。我跟他说过无数次档案有多重要多重要，他从来都没有听过。我看到撕开的档案崩溃，崩溃的是档案袋撕开可能会毁掉我的前途。可他的关注点却是我现在年龄大了，太娇蛮了，还敢跟他大小声。我妈根本不能沟通，所以我没有搭理他。我爸说的对，事已至此，我最应该解决的是档案袋的事情，而要解决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能先垮下，我得先填饱肚子才行。可我没想到，我不过刚刚拿起筷子，我妈妈就好像被刺激了似的，她的手一挥，我面前的粥碗就被扫落在了地上。
温热而黏糊的粥裹住了我的脚面。你做这副死样子给谁看？我还对不住你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觉得我无理取闹？我妈妈眯起了眼睛，一把扯过我，尖锐的碎瓷片从我脚边划过，她看也不看，直接扯着我，把我按在了沙发上，瞪大气红了的眼睛。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来，哆哆嗦嗦地调出她的个人视频分享软件。她的个人后台刚刚新上传了一条视频，不过十几分钟就已经有几万的浏览量了。我知道我妈妈经常会玩小视频，但只以为她是拍着玩玩，却没有想到她的视频有这么高的浏览量。可这和我们现在吵架有什么关系？我本想推开她伸过来的手机，继续去吃饭，可看着她猩红的眼睛，心里却无端咯噔一声。我接过手机，翻动她的页面，那个视频很好找，仅仅是个封面便已经让我呼吸急促。而等我打开封面，你没有欠我，是我欠你，求求你，你就不该生我，是我欠你。视频里传来的是我的嘶吼声，而视频里的我没有了所有的体面、骄傲、自尊，如同一个疯子、一个赖子一般，坐在地上，头发杂乱，嚎啕大哭。明明是6月底，40度的天，我怎么觉得那么冷？豆大的泪珠滴落在屏幕上，我看着我妈妈为这个视频配的标题，不小心撕了档案袋，小公主就发疯了，小的吓得站在这儿一动不动。果然养儿养女，养来养去养成仇，养来养去养成仇啊！好长的标题，我妈妈还在一旁得意洋洋。你看，你不认错，我就发到网上让人评一评。我辛辛苦苦养你长大，是让你对我大呼小叫的吗？你看看网友的评理。我颤抖着手指头点开了评论区。对，现在的小姑娘一点不顺心就闹，不知道是儿女欠咱们，还是咱们欠儿女。嫂子前2天不是还发视频庆祝姑娘得了高分吗？现在的小孩子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。对，最简单的孝道都不知道怎么写，这种孩子就不能惯着，要我一巴掌就上去了。唉，忍忍吧，生儿女就是生仇人。最后一条，我妈妈给她点了个赞。显而易见，这些评论都是网上那些和她同病相怜的父母评的。大数据推送，这些评论都高赞挂在评论区最上面。可这个视频的流量在上升，我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的视频，被一次次推送到广大网友面前，推送到更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面前。终于，有人的评论被顶到前面来。不是，你们没有看到，这是档案袋吗？你们是不知道档案袋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亲娘估计把女儿的升学机会都毁了啊！我妈妈撇撇嘴，她显然也看到最新的评论了，但她丝毫不在意，把升学机会毁了，这不正好？你就不用去那个学校上学了。我的心一凉，原来我妈是这样想的。她不是不知道撕开档案袋会影响我的升学，而是我能不能升学，根本没有我在本地上学重要，根本没有我去不成她不喜欢的学校重要，根本没有我的心情重要。妈，不只是上学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前程全毁了？不只是我喜欢的那所学校，你看上的本地学校也不会要我了。毕业之后，我考公会很难，考编会很难，但凡好一点的企业都不会要我了，我的前途都没有了。我妈还是不以为意，有那么严重？你分数考得那么高，想上我给你选的学校还不是轻轻松松？出去其他城市有什么好？还是留在老家里，老老实实上个师范，出来当个老师，美得很。我笑了，你以为我还能当老师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妈的脸色又变了，你在怨我？我闭了闭眼睛，又来了，我根本和我妈沟通不了，无论是她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，只要我和她理性分析，就是怨怪她。所有的问题谈着谈着就会谈到她带大我多么不容易上，谈到不懂感恩上，我好累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，是隔壁家的陆承志哥哥。我爸饭前去他家说了好话，他特意抽出时间来帮我看看。我刚打开门，叫了一声小陆哥，我妈也从沙发上蹦了起来，她的脸上没了刚刚的幽怨，而是带了几分笑意。小陆，我就说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他们父女还麻烦你过来，你先坐着，阿姨给你切西瓜去。不了不了，我跟婷婷说完就走。小陆哥推拒，又扭头看我，眉头深深皱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爸已经把档案袋拆开的事情跟他说了，却没有说是我妈妈拆的。我也不想说，我问了好多同学，他们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。陆哥的表情严肃极了，还是我们老师很久以前遇到过这种事情。他说只是密封有损的话，可以去找学校补封，但很麻烦。听到可以补封，我瞬间便松了口气，像是忽然被赦免了的死刑犯。刚刚的歇斯底里和憋闷，此时都变成了酸意，从我的眼眶里涌出来。这场景把陆哥都吓着了，他手足无措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至于这样，下次小心些就好了。不是我不小心。巨大的委屈涌向我的心底，连说话都抽抽噎噎起来。你在小鹿面前这副样子干什么？我妈妈却在此刻端着一盘西瓜走了过来。小鹿来吃瓜，看着妮子矫情的。是我矫情吗？我又一次崩溃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
我妈总要这么说我，如果我真的矫情也就算了，为什么明明是她做了错事，却好像是我不对一样？是我矫情吗？我差一点就被你毁了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妈的火蹭一下也上来了。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我不就是犯了个错？小鹿哥匆匆告辞了。我妈妈还是有余力送小鹿哥的，她将小鹿哥送出门口，不好意思的笑笑：“小鹿呀，让你看笑话了。”小鹿哥没有笑，而是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又一次叫了一声还在抽泣的我：“婷婷，补办好了，还是小心点。”小鹿哥走了，这孩子，我妈妈悻悻地说。没有人接他的话，我没有。刚刚来到客厅的我爸也没有。我越过他们，从餐桌旁边的架子上拿起了我的档案袋。微信上，小鹿哥已经发过来补封的流程，跑是跑得麻烦些，但只要你里面的东西齐全，总能办下来的。别难过，你就要上大学了。哦，对了，小鹿哥又提醒我，一定要保证东西齐全，不然神仙难救了。好，我回复小鹿哥，决定明天就去跑补封的事情。不过这之前我还得确认一下文件还在。我翻了2遍档案袋里的文件，一遍一遍翻着，手指间却越来越冷。爸，我已经不想跟我妈沟通，下意识便问我爸，你见我的学情档案了吗？我怎么找也找不见了。我没见到啊。我爸说，你是不是随便放在哪里了？好吧，我早就知道，我爸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动我的东西。愤怒让我失去了理智，是不是你？又是你？你怎么才肯放过我？我爸下意识的便想要拦我，大概我太过声嘶力竭，也大概我一步步迫近的动作吓到了他。我妈妈她苍白了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能凶我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忍不住泪，说不出话，痛得整个人身子都弓下去。你怎么可以一次一次的不放过我？你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，在我如此绝望的时候，还是在关注我是不是在凶你？我哽咽到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我蹲在地上，我有爸爸，我有妈妈，我比很多孤儿都要幸福，所以我要懂得感恩，懂得知足，这是爸爸妈妈从小就教给我的道理。可是为什么呢？这一刻，我觉得我还不如孤身一人。我的爸爸妈妈在说着什么，有人拉我，有人拽我，但我却不知道是谁在干什么。直到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渐渐听清人声。你怎么这样了？是我妈妈的声音，婷婷，你不要这样子。然后我听到了我爸爸的声音，你不要问了，你直接说，学情档案是不是你拿走了？在哪里？你怎么知道我拿走了？你没凭没据。我妈下意识的回，但声音却越来越小。我不是故意扔掉的。我爸发火了，真的是你扔掉的。你扔到了哪里？我也不想的啊。是你闺女，她那个学情档案上有一次考试英语成绩没有到达优秀，不好的履历留着她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不能扔？我失控了，堵到说不出话来的嗓子一下子敞开了。我不要再控制理智，我不要再清醒。我大声质问他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动我的档案袋？不要动我的档案袋！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前途会受影响？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不想上本地的大学？我不想读师范，我不想当老师。你有把我当成你的女儿吗？你有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吗？我从没有求你像别人的妈妈一样有稳定的情绪，有给孩子支撑起天空的坚毅。我只是想你能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，而不是你的所有物，不是你的玩具。人在痛苦的时候会戳他人的痛处。我用袖子擦擦眼泪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去外地读大学吗？因为我想远离你。我把学情档案扔到了小区垃圾桶。我妈妈说，小区的垃圾桶很大，且有很多个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会由专人在凌晨3、4点的时候统一装到垃圾车上，然后运到垃圾回收站统一处理。但我们小区里常常会有些拾荒的老爷爷老奶奶去垃圾桶里捡废品，也就意味着随时可能会有人把学情档案当成垃圾捡走。婷，身后传来我爸的叫声，可他已经叫不住我了。最近的小区垃圾桶就在我们楼下。我爸下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垃圾桶里翻垃圾，垃圾太多了，小区人多，我面前将近1人高的垃圾桶就有8个，垃圾桶翻不到底，我只好把垃圾桶推倒，把里面的垃圾都倾倒出来。有行人路过，搞什么啊？弄一地垃圾，物业不来管吗？我急忙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找个东西，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会把它们都收拾好的。行人本想继续说什么，却在看到我满脸的泪之后结舌，然后默默离开了。爸，知道扔哪个垃圾桶了吗？我带着一丝希冀问。你妈妈说，我爸吞了口水，他扔的时候太生气了，忘了，他扔的时候太生气了。我不再说话，继续埋头在垃圾中翻找起来。附近的奶奶以为我是和他们抢废品的，拎着凳子就想来捡塑料瓶。奶奶，你稍微等等。我沙哑了声音，我就找个东西，其他都不要，求求你了。泔水、油渍、恶臭，这些我都不在意，我只想找到那本薄薄的档案。物业们来过，但有好心的路人拦住他们，他们又走了。我一个一个翻遍垃圾箱，
直到翻到最后一个，地面早已经堆满了垃圾，垃圾箱里的垃圾没地方倒了，我只好整个上半身伸进垃圾桶里，一点一点地扒拉着。我翻开一个装满了塑料汤汁的饭盒，看到了撕成2半的学情档案。我把学情档案小心翼翼地拿起来，它被撕开的边缘已经全曲，它的封面上已经溅满了汤汁等不知名液体。我脱了力，坐在垃圾堆上，撩起衣服的下摆，一遍一遍擦拭着。我脱了力，坐在垃圾堆上，撩起衣服的下摆，一遍一遍擦拭着。找到了，我爸问我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可张张嘴，看见我手里拿着的东西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爸，我把学情档案死死地抱在胸口，我的未来已经成了一片垃圾了，我再也没有力气收拾垃圾了。于是我小声问我爸，我们能不能掏钱请人帮我收拾垃圾？掏什么钱？站在路边的一个青年说话了，刚刚物业说了，你们收拾也收拾不干净，他们说让你们找到东西了就赶紧办自己的事去，他们那里有专业的工具，到时候小水一冲就都干净了。我以前也曾接受过很多人的善意，那时候的我被陌生人理解和帮助，内心只觉得暖洋洋的，而此时别人的笑越温暖，我的喉咙越苦涩。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浑浑噩噩地回到家的，我遇到了小鹿哥，他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忘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妈正在客厅坐着，没有看电视，没有看手机，只看我一眼便红了眼眶，把头扭过去了。我没有理她，只抱着学情档案往里走，去卫生间拿了毛巾，把学情档案封面上能擦干净的地方擦干净，然后便去洗澡了。婷婷，要毛巾吗？我听到熟悉的声音别扭问我，可我进来的时候是带了浴巾的。我洗完澡之后便进屋睡觉了。婷婷，我没有和那些网友争论了，妈妈在屋外隔着门说，这是她特有的别扭的示好方式。在她情绪冷静下来的时候，当她有一点点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，她便会带着这种示好方式过来，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以前的时候面对她这种示好，总是会选择借坡下驴，何必呢？为什么要把家吵得四分五裂？可现在不知为什么，我完全不想忍了。我以前希望她能意识到她有时候是不对的，可现在我发现我的忍让、宽容、理解没有任何的作用，这根本就是异想天开。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让我解脱的方法只剩一个，逃离它，逃得远远的。我连夜收拾好了行李，我看着学情档案的封面，颤抖着将全区的页面抻平，又用透明胶带将每一页粘起来。可我知道我可能真的没有学上了，我考上了一个我一直梦想的大学，就因为一个档案袋，我把行李箱放到床头，然后在视频软件上搜索招聘信息，我想看看哪里收短期暑假工，工资不重要，我只是再也不想待在家里了。可我没有想到我会刷到自己的视频，我妈之前发的那个记录了我像疯子一样的让网友们评理的视频爆了，几千万的浏览量，几十万的点赞和评论。与我当时看到的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很多站在我这边的评论被冲到了前排。真的有这样的妈妈吗？她为什么要用这种嘲讽的语气说女儿啊？不是，人家都说不能动不能动了，为什么还要拆开？偷窥癖这么重的吗？我得谢谢这些网友替我喊话，但我已经不想把情绪浪费在这个视频上了。我看着视频里尖叫、跺脚、哀嚎的我，这真的是我吗？我是不是早就被我妈妈给逼疯了？我准备退出短视频软件，但手一滑，不知怎么一条高赞评论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还有这功夫在网上阴阳怪气，正常家长都是赶紧想补救措施的吧？话说我一个外地人都能查到你们那里的教育局联系方式，你们不能找教育局打个电话问问吗？教育局电话，这5个字像一缕微弱的光一般，将我整个人都照亮了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打过去电话，没有人接。你知道彻夜无眠的滋味吗？我一夜无眠，即使身上已经疲累不堪，却还是在床前一直坐到了天亮。天色将亮的时候，我的屋门开了，可我明明记得我的房门是反锁的啊！尤其是今天的事情发生后，我更是把我房门钥匙都收了起来，将门反锁着，以防我的什么东西又被我妈拿去扔了。我下意识抬头看去，就见我妈正站在门口，一手拿着钥匙，一手握着门把，似乎没有想到我根本没有睡觉，所以惊讶地看着我。我摸了摸枕头下的钥匙，整整3把，一把没少。你怎么会有我卧室的钥匙？我颤着声音问他，你去配我卧室的钥匙了？为什么要配我卧室的钥匙？我又觉得呼吸不畅了。我妈这次也不再理直气壮，见我问她，下意识的便把钥匙往身后藏。我就是关心你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我和你爸买的房子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不再在家等了。我直接从窗户旁站了起来，我的衣服早已经收拾齐整了，行李箱也是现成的，却没有想，我一动，我妈妈的视线便落在了行李箱上，只看一眼就变了脸色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不过是做了那些事，你就准备离家出走了？不过是做了那些事。我懂了，他从来就没有认为他错过。我拖着箱子逃了出来，
除了手机里有200块钱，还有个小小的行李箱外，身上便再没有值钱东西了。我出来之前，我妈妈正在客厅里声嘶力竭地哭，可我已经没有心思关注她了。早上9点整，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，打通了教育局的电话。喂，我想咨询一下，我是本届的高考考生，我的档案袋被不小心撕坏了。昨天喊了一天，我的嗓子又哑，声音又轻。对方显然是有经验的，听了我的话之后，很是轻松地说道：没关系，如果能核实里面信息无误无缺的话，可以带着文件袋去学校封一次，盖个章，再来我们这里盖几个章，档案就还作数的。可是我嗓子干涩，我的信息有了一点点损毁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我的学情档案被他人撕毁了，而且封面上有点脏污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尽力挽救了，也把每一个页面都粘上了，里面的文字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我努力为自己争取机会，我不知道对面见过多少如同我这般绝望的考生。他们有的是自己不懂事，有的是如同我一样，只是出去一趟，回来时便遇到了个晴天霹雳。我等着对面对我的宣判，或许他会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或者他会轻声责怪我，善意的小小责怪一下，怎么这么不小心的。我屏住呼吸，等一个结果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等来了一个天籁之音。这样吧，你带着你的档案过来，我们看看损毁程度以及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，好吗？万幸的是，我的档案袋可以继续使用了。我将它珍之重之地放在行李箱中。那个一直带着我跑来跑去想办法的工作人员姐姐忍不住提醒我，这次可千万不要随意拆开了。我点点头。对了，你今天一直拖着行李箱干什么？他问我。我记得现在还没有开学啊。我不想把这2天的糟心事说给他听，只勉强笑了笑。我又能上大学了，所以要提前打工挣学费啊。你可不像没有钱上学的样子。他指了指我身上这件价格还不错的衬衣，那就是特意勤工俭学锻炼自己的。你爸妈教你教的不错，这么早就这么懂事了。我懂事吗？我爸妈教我好吗？员工姐姐问我是不是准备现在就去打工的地方。我先回一趟家，放一下档案袋。可实际上我是骗他的，我的档案袋我怎么还敢放在家里呢？和员工姐姐分开之后，转身我便去了一趟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，点了一份炒饭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我要在这里熬一整夜。夜色降临的时候，我爸来了信息，他问我：婷婷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在快餐店，很安全。我说：爸，你和妈妈都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回家了。我没有告诉我爸我在哪里，可他还是找到了我。我爸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趴在餐厅的桌子上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睡了。困意袭来的时候，我睡得昏沉。他坐下来，将他随身带的外套披在了我身上，直到我迷迷糊糊醒来。婷婷，我爸爸喊我。爸爸想了想，是爸爸不好，你和你妈妈闹成这样，是爸爸自始至终没有担过一家之主的责任。爸爸天然便以为你是小孩子，爸爸妈妈是大人，所以在你和妈妈发生矛盾时，没有站在你这边。我埋着头不说话，直到我爸爸做出妥协。我知道你已经怕了我们管你，也不想面对你的妈妈。我爸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的店，你去那里打2个月工，等你上了大学，慢慢会好的。我被爸爸送去了朋友的店里，是一对夫妻开的小吃店。小吃店平时清闲，如今正值暑假，略微繁忙，正好需要一个人搭把手。老板一个姓范，一个姓董，我便叫他们范叔叔和董阿姨。范叔叔和董阿姨都是很温柔的人，是我一直都希望相处的那种人。白天的工作很累，范叔叔和董阿姨常常汗流浃背。至于晚上，好不容易闲下来，他们会选择影碟来看。看影碟的时候，我会闲不住收拾茶几上的垃圾，却每被董阿姨拦住。不要忙着收拾，我们看完影碟之后再收拾是一样的。我踟蹰，可是你们白天那么忙。董阿姨笑了，说的好像你白天不忙一样，又不是你导致我们这么忙的，没必要不好意思。我在范叔叔和董阿姨这里待的时间还不长，但我却已经清晰认知到了什么叫做情绪稳定。我不用再担心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就忽然不对了对方的脾气，不用担心自己无意的一句话就让对方很是委屈，不用被指责不孝顺、白眼狼、小公主、不懂事。我有些乐不思蜀，当然我仍旧有点不安全感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会将档案袋放在行李箱里，晚上我会将档案袋放在我的枕头底下，确定谁也碰不到，万无一失。我其实有点想在董阿姨这里一直待到开学，可我爸爸打电话来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。我问他能把录取通知书还有需要的证件送到范叔叔这里吗？我爸叹了口气，你总不能开学之前都不愿意见他一面吧？录取通知书，我爸执意让我自己取。于是我特意挑了一个我妈上班的时间，想着早点取完早点走，不然她气我也气。却没有想到，我推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我爸妈都在家。他们听到我的声音，扭过头来，回来了，就吃一顿饭吧。我妈妈说，不用说，我便知道了，
是范叔叔和董阿姨出卖了我。可我看着我爸期待的眼神，还是忍不住落座了。余惊犹在，我连行李箱都不敢放在客厅了，而是将它一路推回了卧室里，就吃一顿。吃完这一顿，拿了录取通知书我就离开。吃饭的途中，我仍旧不想和我妈妈说话，即使她给我夹菜，我也没有和她对视一眼。可吃着吃着，我忽然发现刚刚一直坐在我身侧的妈妈不见了。我妈妈呢？我问我爸，不知道，去卫生间了吧？我爸说，去卫生间？去卫生间要这么长时间吗？去卫生间要全程不亮着灯吗？我心中咯噔一声，不顾自己站起的动作，带翻了椅子，拔腿便往我的卧室跑去。我的卧室门大开着，行李箱也打开了，平放在床上，衣服被叠得规规整整，一一码在床上。而我的妈妈手里拿着一个卡其色的牛皮纸袋。我的声音又开始发颤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，别动它。我妈的手一松，啪嗒一声，档案袋掉在了床上。我冲上去，将档案袋抱在了怀里。我妈放松了眉眼，婷婷，你把档案袋弄好了，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跟你们说这干什么？我打断她的话，让你再次一不小心打开它吗？我不该回来的。我说。我的妈妈瞬间露出了受伤的神色，她还像是之前一样脆弱。你怎么会这么想我？我刚刚只是想替你把衣服收拾进衣柜，想你回来住。我说要回来住了吗？我又问她，她愣怔当场。我只是回来拿通知书而已，拿完了就再不回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里是你和我爸买的房子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她露出了怅惘之色。也对，她一定觉得这句话很耳熟，因为这话他是说过的。我得知自己的档案袋可能还有机会的那天，坐在窗台边一夜未眠。他拿着配来的钥匙偷偷打开我的房门，我惊恐问他怎么会有钥匙，他怎么说的？我就是关心你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我和你爸买的房子吗？我出去的时候，我爸正在饭桌前吃饭，他不可能没有听到我和妈妈的争吵，但他连站起来管一管都没有。那日我在餐馆里听到的话，就好像是出自另一个人之口一样。他总是这样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是你妈，我不能犯一点错了，你要记挂到现在？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是你妈，我不能犯一点错了，你要记挂到现在？我没有搭理他，而是直接伸手，爸，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爸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录取通知书给了我。我拆开了盒子，确定里面的录取通知书和银行卡无误，当场蹲下，把它们放进了行李箱里，然后拖着行李箱走到我妈面前。妈，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多道理你都懂，你只是有些自我，有些强迫症，有些太爱我罢了。我觉得只要我耐心地表达自己的诉求，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你一定会有一天理解我的想法。你会意识到自己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，你会意识到不是身为父母就可以肆意地伤害自己的子女。可是那天你撕开了我的档案袋，又扔了我的学情档案，我错了。可是那天你撕开了我的档案袋，又扔了我的学情档案，我错了。我那时候意识到你是不能沟通的，我之前不过是在做无用功而已。我意识到我必须逃开你，可现在我觉得我前一阵的想法也不对，你其实是可以认清你之前做的不对的地方的。我是怎么认清的呢？是那天做小吃，范叔叔不小心碰到了铁锅，董阿姨嗔怪他，看你知道疼了吧？我才意识到我怎么没发现啊，烫着了，知道疼了就再也不敢了。所以此刻我和颜悦色地对我妈妈说，你总觉得你是妈妈，所以你这样对待我是理所应当的，总觉得你是为了我好，那么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我总是为了你好是什么感觉？我妈没有反应过来，我直接问她，你想体验一下我的感觉吗？我直接问她，你想体验一下我的感觉吗？怎么体验？我进了他们的卧室，来到我妈妈的化妆台前。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吗？我有一次作业多，忘了收拾玩具，你说的让我常常记性，所以就把我的玩具全扔了。我妈妈意识到了什么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哗啦啦啦，那些玻璃瓶装着的，成百上千的，还有很多特殊定制的化妆品，尽数被我扫落在地，砸了一地碎片。怎么样？我问她，你不收拾好它们，就该有个教训，看你还记不记得整理东西了。我妈抿紧了嘴唇，生气了。为什么生气呢？明明我和她说的是一样的话啊。我举起手机，按了几个键。妈妈，你记得吗？我小时候不过是和一个小男孩玩得不错，你就以为我早恋了，还雄赳赳地找到学校，让人家不要骚扰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喂，你好啊，我是赵翠兰女士的女儿。我笑着说道。我妈意识到了什么，扑上来就想抢我的电话，我却轻轻松松就让开了。对，您就是赵翠兰女士的老板吧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赵翠兰女士不适合这个职位，且贵司没有多少前途，我想要替她辞职。你疯了！我妈妈喊道。我在公司干了那么久，辞职了就再找不到其他工作了。考公啊！我说，哦，不对，你的年龄限制已经不能考公了。就像我的档案袋损毁之后，
就再也找不到好工作了一样。我妈妈坐在地上哭了，我养了仇人啊！好了好了，我爸爸终于站起来劝架，可刚刚的时候我爸去哪里了？怎么这会想起来劝架？况且还没到头呢。如今证件、档案、录取通知书都在我的手里，在这个小小的行李箱里，只要我一拖，便能轻轻松松地离开。我3年级的时候，你把我的玩具小狗送给了邻居家的女孩，我当时抗议，你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对了，你说的是连你我都能随意处置，别说你的玩具了，再哭我就再也不要你了。你还特意再去烧烤路上实践了一下，你把我放到半山坡上，你们自己骑着车偷偷走了那么远，然后等着我哭，等着我跟你说我再也不敢了。被爸妈丢下去的滋味，你们觉得好受不好受呢？我觉得你们应该感受一下吧。恰巧话音落，我恰巧转身，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去。我挣了点钱，也申请了助学贷款，所以你们不要给我往卡上打钱，也不要来找我。我挣了点钱，也申请了助学贷款，所以你们不要给我往卡上打钱，也不要来找我。以后你我是母女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需求，我都会尽量满足你。你最好仔细想想，身为你的女儿，我还天然欠你什么？可是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们就再也不要相见了吧。我妈来学校找过我一次，问我怎么能狠心这么久不和她联系，难道她不是我的妈妈了吗？我说，对，你是我妈妈，要不我也天天去你公司和你联络感情吧。我爸打过电话问我们就你一个孩子，难道你以后就对我们老两口不闻不问了吗？我说什么呢爸，我怎么会变成你那个样子呢？以前我真的爱我的爸妈，可是他们却将我的爱当做了理所应当，当做了我的束缚，当做了裹脚布，将我一层层缠起来，偷出了我的人格，把我变成他们的所有物。他们却将我的爱当做了理所应当，当做了我的束缚，当做了裹脚布，将我一层层缠起来，偷出了我的人格，把我变成他们的所有物。所以他们的对待让我痛苦，可是现在的我学会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学会了他们的理所当然，学会了像他们要求我时那样要求他们，然后他们就退却了，瞻前顾后了。我们这样的关系持续了整个大学期间，我靠助学贷款和打零工支撑自己读完了所有的书。我读书、社交、重塑自己的人格，终于在我足够自信、足够稳定的时候，又回了一趟这个家。这是隔了很久的一次聚餐，饭桌上，我妈妈谈起毕业找工作，人隔壁的小赵一毕业就考了老师，看多让他父母省心，固定薪资，福利还好。我笑了，妈妈，我是你们的面子吗？妈妈，我是你们的面子吗？可惜啊，你的面子早就被你撕碎在那个下午了。学情档案的破损，档案袋的破损经过奔波盖章证明，没有影响我上大学，但我那封档案袋要想考编，它要是比登天还难了。我妈恍然，似乎想起了那个多年前的盛夏。我不知道的，那个后果那么严重吗？他现在还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，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可我不在意了，因为我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。妈妈，你毁了那个档案袋，只是毁了你对我过分的期待，我再不能如你所愿考公、考编、考教，但从来没有，也再不能毁掉我。从我决心离开你们的时候，就再也毁不掉我了。这句话落定的瞬间，饭桌上的空气彻底凝住了。这句话落定的瞬间，饭桌上的空气彻底凝住了。吊在餐厅天花板上的水晶灯亮的晃眼，暖黄的光落在满桌没怎么动过的菜上，糖醋鱼还冒着微热的白气，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口味，也是当年我高考完兴冲冲带回家，却在发现档案被拆的那一刻狠狠砸在地上的那道菜。爸爸手里的筷子顿在半空，刚夹起来的青菜啪嗒一声掉回瓷盘里，发出轻微却刺耳的声响。他张了张嘴，喉结滚了又滚，最终还是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气，把脸扭向了一边，像过去18年里的无数次一样，在我和妈妈的对峙里选择了沉默和逃避。妈妈手里的碗沿死死抵着下唇，指尖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，眼眶毫无预兆的红了，不是从前那种被戳穿心思后恼羞成怒的红，也不是撒泼卖惨时带着委屈的红，不是从前那种被戳穿心思后恼羞成怒的红，也不是撒泼卖惨时带着委屈的红，是一种茫然的、无措的，像个做错了事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孩子一样的红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终吐出来的还是那句翻来覆去说了半辈子的话：我是你妈，我生你养你18年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既没有当年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恨，只剩下一种近乎平静的疲惫，就像看着一场已经落幕的戏，戏里的人还在执着地演着当年的剧本，可看戏的人早就已经走出了剧场。我放下手里的筷子，纸巾擦了擦嘴角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你从来没想过害我，你只是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。你从来没想过害我，
你只是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人。你觉得你的人生经验就是标准答案，我但凡偏离一点就是错的，就是不懂事，就是白眼狼。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，砸在面前的白瓷碗里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她伸手想来拉我的手腕，我下意识地往后撤了一步，她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的受伤更重了。婷婷，妈知道错了，妈当年真的不知道那个档案袋那么重要，妈就是怕你走太远，怕你在外面受委屈，没人照顾你。你不是怕我受委屈，你是怕我脱离你的掌控。我打断她的话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4年前是这样，4年后还是这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。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你替我规划好的人生，是你能尊重我自己选的路。这顿饭最终还是不欢而散。拿起放在一旁的背包，跟爸爸说了句我走了，没有再看妈妈一眼，转身拉开了家门。爸爸追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，往我手里塞。婷婷，这是你妈给你攒的钱，她知道你出书要用，自己偷偷存了大半年，你拿着。我把信封推了回去，笑了笑，爸，我不用，我自己能挣。你跟我妈说，她的钱留着自己花就好，养老的义务我会尽，逢年过节的问候我也会有，但是别的就不用了。爸爸的手僵在原地，眼圈也红了。婷婷，你妈她这4年天天都在后悔，你发的每一条视频，她都翻来覆去的看，看到半夜自己偷偷抹眼泪。她就是嘴硬，拉不下脸跟你说一句对不起。我不需要她的对不起了。我看着楼道窗外透进来的阳光，轻声说，她的对不起弥补不了我当年在垃圾桶里翻找档案的那个晚上，也弥补不了我彻夜无眠怕自己没学上的那些日子。我现在不怪他了，不是原谅，是算了。我不想再把自己的人生困在他给的那些伤害里了。下楼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3楼的窗户边，妈妈正趴在那里看着我。见我回头，她猛地缩回了身子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站在原地看了2秒，最终还是转身走出了单元门。小区里的路还是老样子，香樟树长得比4年前更茂盛了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。我走到那排垃圾桶前，当年我在这里翻遍了8个1人高的垃圾桶，坐在垃圾堆里抱着沾满油污的学情档案崩溃大哭。如今这里已经换成了崭新的分类垃圾桶，干干净净的，旁边还种上了一圈月季，开得正盛。长椅上坐着个扎着高马尾的小姑娘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档案袋，正对着电话笑得眉眼弯弯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收着。老师说了，这个拆了就没法上大学了，我才不会像网上那个姐姐一样被妈妈拆了档案袋呢。我站在原地，听着小姑娘清脆的声音，忽然就红了眼眶，不是难过，也不是委屈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。当年那个坐在垃圾堆里，觉得自己的未来都变成了垃圾的女孩，一定想不到4年后的她会站在这里，安安稳稳地看着另一个女孩守护着自己的未来。手机在口袋里震了震，是出版社编辑发来的消息，说我写的那本关于原生家庭边界感的书最终审稿通过了，下个月就能下场印刷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忍不住笑了。4年前妈妈拆了我的档案袋，觉得这样就能把我困在她身边，困在她规划好的人生里。她以为撕毁了我的档案就能毁掉我的前程，却不知道能困住人的从来不是一张破损的纸，是心里的囚笼，而能打开这个囚笼的从来只有自己。我走出小区，门口的公交站刚好来了一辆去往高铁站的车，我抬脚走了上去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开的时候，风从窗户吹进来，拂在脸上，带着夏天独有的草木清香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爸爸发来的微信，只有一句话，婷婷，你妈让我跟你说一路平安。我看着这句话沉默了几秒，回了一个好字，然后把手机收了起来。车一路往前开，把那个装满了争吵、崩溃、伤害和束缚的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窗外的风景不停往后退，像那些翻篇的过往。我知道妈妈的控制欲或许这辈子都不会变，爸爸的和稀泥也会一直持续，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伤害也不会彻底消失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能拆掉我的档案袋，能扔掉我的学情档案，能把我歇斯底里的样子发到网上，能毁掉他们期待里的那个乖女儿的人生，却再也毁不掉我了。从4年前那个夏天，我拖着行李箱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个家门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名为妈妈的囚笼的地方就再也关不住我了。我的人生从来都只握在我自己手里，前路漫漫，阳光万里，我只管往前走，再也不会回头了。